冬天就要到了，今年肯定要去一趟哈尔滨吧。一座冰与火的城市将呈现在我们眼前，雪是软的，快乐是满的。来一杯尔滨特调冰雪奇缘，呈现给大家。冰城之韵缺不了雪的点缀，梦幻雪花是冬天里最美的微醺。用柠檬擦拭杯边，我们通常可以蘸点白砂糖装饰，而这次我选用椰蓉来增加那大雪般的浪漫感。让我们定个调子，色彩蓝色系更符合冰城美丽梦幻的氛围，所以蓝橙糖浆将会勾勒出冬日里的一抹亮丽色彩。酸甜回甘的柠檬唤醒沉睡的味蕾，再加入些许青柠，丰富冬天的层次，给整个鸡尾酒带来酸爽的冰凉感。最后是基酒，我们选择来自哈尔滨的真正纯粮老村长酒，北纬45度酿酒原粮黄金种植带的孕育，黑土地上1年只产1季的真粮酿造。真材实料的纯粮酒质，正如当地人的真诚直爽，柔和的口感中藏着北境拥有的豪爽和快乐。谁说高品质和实惠不能兼得？果然是国民白酒老村长，清新的果香和纯粹的粮香融合，最后 shake 一下。成品杯放入适量的碎冰，倒入shake好的鸡尾酒，再用气泡水糊满，最后撒上一些雪花般的椰蓉，品饮时增加沙甜感，为鸡尾酒带来一丝甜蜜的气息。天越来越寒，酒一直很暖，一场北纬45度的浪漫相约，这杯冰雪奇缘送给您。最近看了很多酒的书籍，我是越看越馋，但凡看到不同风格和工艺的酒品，我心里就痒痒。像书中记载的金盘露、白欧波、青乌底、秋露白等等等等，光听名字都直流口水。遗憾的是，这些酒基本现在都没有了。中国自古就有用草本植物结合作曲的传统，可以让酒体口感更加丰富。我之前尝试过用灵芝、人参、枸杞等做露酒，口感的确增味不少。现在依然有些酒企在用更科学的方式传承和创新草本酒，就像这款毛铺紫乔酒，就是融入了苦荞麦、葛根、枸杞等5种草本精华的活性成分。活性成分和酒体融合，让这款酒在保持传统白酒口感的同时，在人体中的代谢也能更快，以此达到减少人体负担的目的。这款酒融合四川宜宾的浓香、贵州茅台镇的酱香和湖北黄石的清香3种地标原酒，三香以黄金比例融合，喝起来口感层次很丰富，入口顺滑，而且酒体细腻，前中后口的滋味都非常雅致。过年时候亲朋相聚喝它就非常合适。这几年泡酒的水果基本都试过了，好喝的也分享给大家了。今年下半年再尝试一些水果发酵酒，明年计划再复刻一些古代有意思的酒。有什么想让我复刻的，欢迎评论区告诉我。到底水果浸泡工艺的露酒，大家是否喜欢喝呢？俗话说，实践是检测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怀着这个理论，我开启了1年邀请大家品尝反馈的活动，每一批浸泡周期都在3到6个月，所以今年一共做了4批酒，正好1年做个总结。第一批是红枣朗姆泡酒，酒精度30.4，含糖量23.56。送这款酒是因为我第一次感受到红枣的香气，浓郁的枣香绵柔丝滑，酒精度很高，但入口依然舒服自然。有些朋友反映过甜和酒精度略高，所以在做第2批草莓威士忌泡酒的时候，我适当降低了酒精度和含糖量，分别是22.8度和8.4的含糖量。还有朋友说酒精度高，但说甜的明显少了。送这批酒是因为草莓的果味跟威士忌橡木桶的味道融合得非常好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酒和水果滋味互补的美妙。第3批做红茶荔枝酒的时候，我又降低了酒精度12.9度，含糖量6.3。这款酒主要是红茶滋味弥补了纯荔枝泡酒后口单薄的缺点，也是比较不错的组合。第4批是胭脂梅泡酒，正在检测中。这款酒的特点是梅子的酸爽感有一股一爽到底的穿透力。通过这1年的反馈，我认为浸泡果酒最终酒精度在10到15度，含糖量控制在6、7左右，应该是适合大多朋友的方向。最终下来，微甜的口感，清新的果味，后口酒精微妙的刺激，应该是最好的果酒吧。羊肉还能用来酿酒？最近从北山酒精里习得一古方，把羊肉和糯米放在一起酿酒，据说既有酒香又有肉质香，冬天里还可以驱寒暖身，有点意思，咱必须得试一下。先来一杯白兰地，把羊肉浸泡一下，炖的时候只放入生姜和大葱，熬煮1小时之后取出2块晾凉，剩下的再放入盐和枸杞，炖煮10分钟后准备开吃。还得先干正事儿，把晾凉的羊排肉用手撕碎，纯肉51克，放入浸泡了1天的糯米中搅拌均匀，入屉蒸40分钟，蒸好后摊开晾凉。这时加入125克凉白开，0.5克甜酒曲，搅拌均匀后放入发酵罐，掏个小酒窝，盖上保鲜膜，有氧发酵48小时。活儿干完了，再来吃羊肉，心情那叫一个舒畅。
羊肉肥瘦均匀，入口即化，羊肉的脂香在后口饱满丝滑，丝毫没有羊膻味，甚至连羊汤都是极品美味。我瞬间对羊羔酒的期待更加猛烈，那将会是多么美妙的口感！又一天后，终于可以出酒了。只是酒液里有少许油的感觉，我心里隐约有点不安。不过闻起来酒香依然浓郁，没有羊膻味。接下来压榨酒汁，我买了一台压榨机来最大化的榨取酒汁。酒中得酒520毫升，效果非常满意。品尝一下，入口还是米香和甘甜，酒香呈现在中后口，没有羊肉的膻味和腥味。能把肉质香和酒香同时呈现在一款酒里，不禁感叹古人的酿酒智慧简直出神入化。只是多饮几杯之后，羊肉的油腻感逐渐增加，又不同于喝羊汤的感觉，可能羊肉的滋味和酒的醇厚融合度不够的缘故吧。传说这款酒是杨贵妃20岁生日时，唐玄宗在御酒中特意为她选中的。个人分析，那时候调味的香料比较少，所以羊羔入酒算是增加滋味的一种方式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一块羊排，我一定选择清炖羊排单酿美酒，然后大块吃羊肉，大碗喝米酒，那应该是羊肉和酒最好的打开方式吧。真香！我们开封冻梨蔓越莓泡酒，冻梨有冰冰凉的感觉，泡之前我特别希望这种感觉能带入到酒中，现在品尝验证一下。入口没有明显的果味，略有梨的清甜，中口是梨冰冰凉的感觉，非常满意。跟普通梨相比，冻梨的滋味明显更清透一些。后口是一丝橙皮的滋味，紧接着是橙子更浓郁的回味，略微有一点苦，但还可以接受。最奇怪的是蔓越莓的滋味一点儿都没有，以后计划尝试一些蔓越莓干，或许果味能够融入到酒中。这次试验正好给了我一个新的方向，水果经过特殊工艺后再浸泡，会是另一种滋味。但今天这个组合大家就没必要尝试了，口感非常一般。计划邀请大家品尝的胭脂梅泡酒，开封过滤到大桶后，品尝一下口感。那种一爽到底的穿透力是梅子酒最有意思的地方，独具特点的梅子口味喝起来酸爽过瘾。虽然酒看着清澈，但肉眼还是能够看到细小的碎屑，这个好办，咱有经验呢。过滤，这次邀请哪些朋友呢？咱按照古人的方式行一次酒令吧。最近看三圣乔妙老师的酒坛，里边提到唐代的一个对联，上联是烟锁池塘柳，小妙老师在书中对的下联是板城烧锅酒。他说也因此被罚了几杯酒，所以有想被罚1-2杯胭脂梅泡酒的朋友可以。果味的酸爽感比过滤前略微降低了点，但我喜欢的那种一爽到底的穿透力还在，也足够过瘾。装2瓶送检，检测合格后再陆续联系大家。最后别忘了上联烟锁池塘柳。